各位同學，上回我哋講到北宋滅亡，宗室趙構登基稱帝，是為宋高宗，延續咗趙宋王朝嘅命脈。不過金國嘅軍隊對趙構窮追不捨，守山檢海都要捉到趙構。好在因為山穿江河大海之險，加上南方潮濕炎熱嘅天氣，補給無以為繼嘅情況之下，金兵被迫撤兵，趙構先至可以生還到落嚟。喺金兵撤兵嘅途中，更加被韓世忠同埋岳飛嘅軍隊喺長江下游一帶截擊。韓世忠嘅軍隊喺建康附近嘅黃天蕩道重創金國屹術嘅部隊，自此以後，金人再唔敢輕言要渡過長江。而宋高宗返回陸地之後，就正式定都喺杭州嘅臨安，長江嘅防線亦都進一步穩定落嚟，南宋朝廷至此站穩咗腳跟。不過金人並未因為咁樣而輕易罷休，佢哋嘅目標仍然都係滅咗南宋，吞併整個中國。於是喺黃天蕩之役之後，佢哋就再展開新一波嘅攻勢。請各位同學翻開書嘅129頁，我哋睇下金人南侵嘅情形，南宋名將岳飛又點樣去抵抗金人，同時南宋朝廷對宋金外交關係嘅立場又點樣啦。喺黃天蕩之役之後，同年秋天，金國再派魏術出擊攻打陝西關中一帶，喺扶風、和尚原同埋仙人關嗰度同宋軍激戰。各位同學咧可以去翻書嘅127頁，大家望下地圖西邊嗰度嘅就係扶風、和尚原同埋仙人關啦。嗰個地理位置同長安好近，金人喺東邊作戰失利，就想打西邊戰場嘅主意。當時鎮守四川、漢中一帶嘅守將就係吳介同埋吳倫兩兄弟。咁大家喺地圖上面都見到啦，喺關中平原同埋漢中嘅中間，隔住咗一道好高嘅山脈。呢個山脈就叫做秦嶺。當年韓信偷渡陳倉，或者諸葛亮北伐曹魏，都要經過呢一段險峻嘅山脈。咁金國嘅騎兵喺平地作戰就十分之了得，但係打水戰就一塌糊塗。不過魏術就係唔死心，打水戰唔得啫，咁就試下打山地戰咯。不過中國人不愧係一個守城好叻嘅民族，喺度就以仙人關一戰為例啊。吳介、吳倫兩兄弟就喺一啲好險峻嘅山崖上面構築城寨，同時佈置咗好強大嘅遠程兵器，其中一樣強大嘅武器就叫做神臂弓。咁神臂弓咧係一種好重型嘅弩嚟嘅，如果南宋嘅將士裝備呢一種重型弩，係需要受過嚴格嘅訓練，因為佢嘅重量同埋力量太大。攀機嗰陣時會有好大嘅後坐力，會對人體造成劇烈嘅震盪。而神臂弓所射出嚟嘅箭射程遠、威力大，力量甚至可以穿透金國軍隊嘅重型鎧甲。再加上吳介、吳倫妥善咁樣利用地形之便，指揮軍隊喺山崖上面拋擲雷木、落石，有效咁樣壓制金人嘅攻勢。而且金人嘅鐵騎喺山地作戰，機動力完全唔能夠發揮優勢。所以西線戰場受到重挫，冇辦法進一步入侵四川。金人見打硬仗唔足以威脅到南宋，就用遠攻去削弱南宋嘅實力，於是再次施展以華制華嘅伎倆。因為佢冇足夠嘅信心統治新佔領嘅土地，就冊封咗舊宋朝臣子劉虞作為皇帝，國號齊，史稱魏齊。同時金國利用魏齊作為宋金戰爭嘅緩衝區。魏齊喺金國嘅操控之下侵略荊州、襄樊一帶，但係好快就俾岳飛擊敗。岳飛嘅軍隊乘勝追擊，推進到洛陽以南嘅地方。後嚟金太宗完顏黑馬駕崩，金熙宗即位。金熙宗見魏齊呢個傀儡政權實在太冇用，佢唔能夠有力咁樣去打擊宋朝，而且仲要金國出人力物力去支持，對金國嚟講非常唔划算。於是索性一改金太宗嘅政策，廢咗魏齊嘅政權，直接統治中原嘅領土，同南宋嘅軍隊正面對決。至於魏術喺金太宗死咗之後，亦都成為咗金國嘅柱石人物，佢被召入金國朝廷成為宰相。魏術掌握咗金國嘅權力之後，就再次帶兵南下。佢嘅主力部隊就喺汴京以南嘅兗城同埋朱仙鎮一帶，同岳飛嘅岳家軍進行激戰。而岳飛嘅岳家軍經過多年嘅經營，已經成為咗一支有10幾萬人嘅部隊，而且因為打贏我金軍，繳獲咗一大批戰馬，所以佢嘅軍隊除咗步兵之外，仲有3萬騎兵喺當中，成為當時南宋最強嘅王牌部隊。而魏術嘅軍隊亦都係金國最精銳嘅部隊。
呢隊精鋭部隊主要由重甲騎兵組成，不論馬匹同埋士兵都配備厚重嘅裝甲，因為呢種重甲騎兵攻守兼備，而且機動性強，可以話係當時嘅坦克車。而呢個強大嘅兵種仲有個別名叫做鐵浮屠。浮屠係印度梵文嘅譯音，即係高塔咁嘅意思。金國鐵騎成座塔咁樣坐埋嚟，被佢衝擊嘅敵人想唔粉身碎骨都難啊！再加上呢啲重甲騎兵3人為一個小隊，每個騎士嘅武器都唔同，3個人分工合作，呢種陣營就稱為拐子馬。咁南宋步騎結合嘅岳家軍，以及藝術嘅鐵浮屠加拐子馬嘅無敵組合，呢一場精鋭對精鋭、最強對最強嘅巔峰對決，即將就喺演城嗰度上演。岳飛對付藝術嘅騎兵，一早就已經準備咗一套辦法。任何一隊看似無敵嘅敵人都有佢軟弱嘅地方。金國嘅重甲騎兵最弱嘅地方就係馬腳，因為佢嘅馬腳冇任何裝甲可以覆蓋得到。如果裝甲包埋馬腳嘅話，厚重嘅鎧甲就會封死咗馬腳嘅關節，隻馬就唔可以跑得快啦。所以岳飛就決定玩斬馬腳，但係岳家軍要斬馬腳都有一定嘅風險，只要個士兵一唔好彩斬唔中隻馬腳嘅話，一係就俾金國嘅騎士殺死，一係就俾隻馬去踩死，隨時都會有粉身碎骨嘅可能。同埋，就算真係俾佢斬斷咗馬腳，隻馬都會出於動物嘅本能，然後俯衝埋去斬佢嗰個士兵嗰度，企圖同佢一齊同歸於盡。岳飛呢一種嘅打法係一種以命搏命嘅打法，但係除咗呢種唔要命嘅方法之外，就別無他法去破解鐵浮屠。所以岳飛打仗之前已經做足晒準備，精挑細選一批唔怕死嘅敢死隊，負責去斬馬腳。呢班敢死隊唯一可以用嚟防身嘅就係藤牌。喺金國騎兵衝鋒之前，岳家軍嘅敢死隊預先伏喺戰場上面，用藤牌去遮住自己。當金國嘅騎兵衝到埋身嗰陣，佢哋就突然起身，抽出隨身配備嘅麻紮刀，一嘢斬落去個馬腳嗰度。岳飛嘅軍隊身經百戰，心理素質同啲動作都非常之熟練。當前排嘅鐵浮屠都俾岳家軍斬到跪晒喺度嘅時候，後排嘅騎兵就一個二個都嚟唔切剎停，俾前邊嘅馬棘到人仰馬翻。之前嘅課堂或者影片當中，我曾經提及過，步兵對騎兵最唔着數嘅地方就係，步兵如果取勝嘅話，騎兵仍然可以快速咁樣去撤退，步兵唔能夠有效咁樣去乘勝追擊，所以就算步兵打贏咗場仗，都唔能夠將敵人去殲滅。但係今次唔同啦，金國嘅鐵浮屠馬腳被斬，啲戰馬一係就斷咗隻腳跑唔到，一係就俾前邊跌低咗嘅馬棘跌。於是金兵就陷入咗癱瘓嘅狀態，而且岳家軍嘅兵種係步騎結合，佢哋擄掠咗金國優質嘅戰馬。而家岳飛手頭上有3萬騎兵喺度，絕對有能力追殺逃跑嘅金兵。而剩低落嚟嘅步兵部隊就用嚟收拾嗰啲跌咗落地下、死唔斷氣得嚟又走唔得甩嘅金兵。於是演成一戰，岳家軍大獲全勝，而且殲滅咗金國藝術嘅精鋭部隊。岳家軍乘勝追擊，進一步攻下朱仙鎮。以當時嘅距離單位計算，朱仙鎮離汴京只有45里。眼見收復故都在望，點知宋高宗同埋宰相秦檜就喺呢個時候同金人講和，連發12道金牌召岳飛返京。咁岳飛收到朝廷發出嘅行政命令之後，即刻嬲到講咗8隻字：10年之功，毀於一旦。呢件事實在係一件無可奈何嘅事情，因為老闆嘅理念同自己唔同，自己慷慨激昂想收復失地，但係老闆就只係想安安穩穩咁樣做個偏安政權嘅皇帝，
而且宋高宗都驚岳飛真係打到金國，救出宋徽宗同埋宋欽宗，咁呢兩個皇帝會返嚟同宋高宗爭帝位，亦都係佢憂慮嘅地方。好多人都話係秦檜喺高宗面前陷害岳飛，但係其實秦檜根本冇咁大嘅權力，佢只不過係喺度迎合緊老細嘅口味，成隻應聲蟲咁樣和應下佢嘅啫。同時後勤補給亦都係一個好不得已嘅因素。南宋政權啱啱喺江南嗰度企穩陣腳，社會經濟根本都未真正恢復，而岳飛帶住10幾萬人去北伐，要供養佢嘅軍隊，對於國家財政都係沉重嘅負擔。喺種種不利嘅因素底下，岳飛其實只係得兩種選擇，一係就抗旨，繼續自己嘅北伐大業，咁樣做嘅話就等同係擁兵自立，屬於謀反嘅大罪。一係就乖乖聽話返返去京城，但係咁樣做嘅話，除咗北伐前功盡廢之外，亦都意味住佢會面臨軍權被削奪嘅命運。一返到臨安嘅話，就會俾宋高宗廢佢武功。但係岳飛畢竟係赤膽忠心，欺君犯上嘅罪名佢實在擔當不起，最終佢無奈咁樣去退兵。臨走嗰陣時，朱仙鎮嘅父老百姓都好唔捨得岳飛嘅離去。因為佢嘅軍隊一旦離開嘅話，就唔知道幾時先至會再返嚟。佢哋一諗到又要再接受金人殘酷嘅統治，就喊到收唔到聲。岳飛同朱仙鎮嘅百姓道別之後，就帶兵返去臨安。返到去之後，宋高宗就立即解除佢嘅兵權。當時宋高宗同秦檜想同金人講和，而金人開出嘅條件就係一定要殺咗岳飛先至可以講和。宋高宗為咗早日息事寧人，就以莫須有嘅罪名去將岳飛處死。莫須有嘅意思即係也許有，或者難道沒有。岳飛不但赤膽忠心，而且有住高潔嘅品格，佢根本冇犯過任何嘅罪，卻係因為統治者為咗討好外族，夾硬生將一個罪名加喺佢嘅身上，純粹政治檢控，並無任何公義可言。最後岳飛就係咁樣死於非命，而其餘支援過岳飛、堅決抗金嘅文臣武將都紛紛被貶斥。外國有一句好出名嘅諺語就係絕對唔好做你敵人希望你做嘅事，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你嘅敵人希望你咁樣去做。而宋高宗正正就係做緊敵人想佢做嘅事情，佢討好佢嘅敵人，咁樣嘅做法究竟係聰明絕頂定係愚蠢之極呢？又係咪真係可以換嚟佢想要嘅安穩呢？下一回宋金和戰下篇再同大家分解，請大家密切留意，唔好錯過啦。以下係今次嘅關鍵字詞，請同我抄低落嚟，課餘嘅時候記得溫書啦。對於今次嘅內容，如果同我想有更加多交流嘅話，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聯絡。